然后就是上周六啊，上周六就去珠海和澳门玩了哈，去珠海和澳门玩了，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旅游的一些经过吧。然后就第一天是先坐飞机坐的南方航空，从北京到这个直飞3个小时，然后到珠海还可以，就是来回坐飞机都没有晚点，还不错，然后也没有什么恶劣天气啥，都挺准点儿，都挺准点儿，还可以还可以。然后南方航空那个去的时候比较空，没有什么人，然后当时我坐在那个上面的时候，那个空姐还说了，说啊，那个沙小姐，你是我们的这个什么潜力用户啥的，然后让我给个手机号就给，行吧，以后出去玩可能还用得上。这个是他每一个人就是都会发，就都会有这个有坚果，然后这个是我看一下，嗯，就是这个东玲珑说：西。“好吃吗？藏狐。”还可以，还可以。就这个是那个糕点，是那个叫什么绿豆糕嘛，里面是有馅儿的。然后它还有一个油辣子，看到了吗？就在这个地方有个油辣子。然后橘子我没有吃，我这是酸奶，还可以。然后正好那天出去的时候是冬至，然后他机组餐就有饺子，然后我和我妈他有2份儿，一个饺子，然后一个鸡肉的，那个油辣子还挺好吃的，啊饺子也不错。就这次机组餐我觉得挺好吃的，比那回来的那个要好吃的多，我觉得。这是当时拍的，这是在那个云欢迎上面的玲珑时候拍的。进入直播间。欢迎林龙回来，然后这是已经右边那个已经是就是快到了，就是这个那个地方就是可能到南方了，就这种水就比较多，水和山就比较多了，就是北边就是大平原啥的。然后这是到那个地方之后附近的一个公园，然后这个公园我觉得很震惊，就是有无数的人在那个公园里面，我忘了那个公园叫什么了，我给你搜一下，我看看我找还有吗？欢迎阿燕 YL 进入直播间。哦，对了，对，我没有改那什么，欢迎阿燕 YL，欢迎新朋友，欢迎来森哈直播间，改成一下虚拟日常，忘记改了，刚才抽卡结束了，抽完了，我给你看一下我的那个，我给你看一下我的那个叫什么？嗯，这是哪个？这是哪个？我找不到了，找不到了。反正就是旁边它有一个那个，就是公园，然后说可以看那个什么石棉花，我妈就去了。然后那里面最震惊我的就这一排排的这个，就这些一排排的这个，就是露营的，还特别专业，知道吗？每个人整了就是一大家子，好几个人，然后还整那个小烤炉，你知道吗？有烤吃的，也有热茶的，然后支个帐篷，哇，特别多，特别专业。就正好那段时间，就不知道大家不是那段时间，就是大家有看过那个摇曳露营吗？整的就跟那个似的，就跟那个摇曳露营似的，就整个那一条道都是。然后这个是在那个桥旁边拍这个澳门的这个景色，就这个就是澳门的这个比较比较有名的地标馆。不过我去澳门的时候没有去那边拍，因为实在太多了，就拍不过来了。然后这是在那个横琴口岸的有一个叫，就是我第一天定位的那个地方，旁边有一个就类似广场似的吧，正好圣诞节嘛，就有那个小装饰啊。它整个那个广场它也是，就是这种欧式风格的，但它里面比较小，就我看着挺大的，但实际上里面特别特别小，就是整个那一层就是一眼望到头的那种。然后在那儿买了一个那个冰激凌，栗子面条冰激凌，我和我妈就吃了。然后这是那天去到那里面去吃的晚饭，这是那个肠粉，这是那个套餐里面的，这是那个肠粉，它这个肠粉里面是没有裹东西的。说到那个去那边吃饭，然后那边等餐的时候，然后那个服务员就是说了一句什么，然后我们俩都没听懂。然后我妈就然后你在讲什么？你在讲什么？然后那个服务员就说就我们广东这边都是就是要拿热水洗一下那个餐具，然后他会专门给一个壶，然后他会告诉你，那个壶是专门用来洗餐具的，然后水你就倒到那个碗里，然后等你洗完之后，它就会收走。然后另外有一个茶水壶，那个才是来喝的，就是那个肠粉，还可以，挺好吃的。
就是吃的那个啫宝嘛，就是那个蕨的那个蔬菜，这是它那个新品，就是那个榴莲鸡肉。就当时端过来的时候忘记跟他们说不要香菜了，因为我不吃香菜，但是挺好吃的，那个榴莲味儿真的很香，鸡也不错。这是那个蚵仔煎，我当时以为就是那种很普通的，但它实际上是那种整的跟那披萨似的。这个其实一般，因为它除了蛤蜊特别少，它还有那个油炸的鱿鱼，那个油炸的鱿鱼特别的腻，就它应该再配一点那个番茄酱会好一点，干吃就巨腻、巨油、巨腻。这个一般，这个一般。然后这就是第二天，第二天去那个长隆那边，然后这个是当天早饭，我觉得这个早饭还是比较不错的，就粉儿啊什么的都挺好吃的，是我觉得早餐里面比较好吃的一个。然后就到那个长隆了，就是它这个主要整的都是极地动物，你看它拍的这些，可能就是什么北极熊啊、企鹅啊这些，整这些海洋动物啊什么的。然后它主要还有一部分就是游乐，就是什么过山车呀，什么什么之类的。那这个我和我妈就没体验。然后就是我们当时是去买了它这个附近，就是它跟可能很多游乐场似的，它就还会附近有一些酒店什么的，它酒店比较贵。如果带小孩子的话可以去，如果你不带小孩子的话，你自己带个充电宝，自己累一点也是可以，也是可以的，因为它那个酒店真的一般，就它不是那种商用酒店，它就是给你来歇脚，那个环境巨昏暗，特别的昏暗，我在那块儿玩手机都眼睛疼。就没有那种把这个房间照的特别亮的感觉，但是对小孩子挺友好的，就是他，呃，就是他有很多东西都会照顾到小孩子，会给小孩子小板凳啊，然后给小孩子的沐浴露啊，小孩子的牙刷牙膏啊，甚至包括那个窗户，那个窗户都只能就是开一点点，就害怕小孩子掉下去。然后，而且如果你入住的话，它是10点钟开园，如果你入住的话，9点钟就可以进去了。9点钟就可以进去，然后就是你可以进去无数次，就是你有那个房卡，你跟人出示那个房卡，他就会直接让你进去，就你可以去无数次，你可以中间来休息一下都可以。然后这是拍的那个白鲸，就是那个企鹅，就是它这里面大型动物都比较难受，就是它窗口比较小，然后大型动物如果不站在窗口面前的话，其实观看效果不是特别好。然后包括这个白鲸，它也是游来游去，就那么一会儿的时间。就企鹅就比较好，因为企鹅它个头小，然后它一个展厅里面就是有很多个企鹅，然后它们动的这个范围也会比较小，这是它们单独可能是怀孕了吧，就会给其他企鹅框起来，正常是这样的啊，正常是这样的。然后这是一个视频，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工作人员在铲冰，这还挺多只的，挺特别多只。这是它一个品种企鹅，还有帝企鹅，那个还有比较大的企鹅，它那个企鹅比较多，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上面一个玻璃可以让你看到企鹅在游泳的那种，这企鹅看起来还是比较爽，很多只。然后它会有表演，就是这个是这个白鲸表演，就它有白鲸表演，然后海豚表演和海狮表演。这个白鲸表演场馆是最棒的，你知道，瞅着最好。然后其次就是一个比一个垃圾，一个比一个屏幕小。欢迎龙泉沙 Sense 下划线 CH 进入直播间。然后而且它时间都规划好的，就是11点是白鲸表演，12点是海豚表演，然后13点是那个啥。诶，为什么你发的弹幕我看不到呢？诶，还是好吃吗？这是你啥时候发的？我怎么没收到？怎么弹幕机没有提示呢？好吃吗？什么好吃吗？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都还可以。就我个人来说，我口味是接受度比较高的，除非巨难吃，其余的我都说还可以。就是无非就是什么骑白鲸啊，然后白鲸转圈圈呀，往上去顶球啊，海豚其实也大差不差，海狮也是就是转圈圈啊这种就没有展示了。然后晚上的时候，然后基本上上午就没有什么活动了，晚上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长龙秀，这是他的那个马戏表演。我是觉得，如果你不去看动物的话，去看这个也是
也是 OK 的。我觉得这个表演还是挺值的，你就来看这个就不错。然后它有2场，一个就是他下午的时候会那天就是演2场，然后我去的时候是第1场，这是他在2楼，你要从2楼下去，先从1楼上到2楼，然后再下去，这是他上面的一个钟吧。这个因为他那个表演的时候说禁止录像啊，所以就没拍。不过肯定很多人也拍了，他管不了你，不过还是没有拍啊。左边这个就是开场前，然后有个开场前，前面这排就是前面这些就是类似于 VIP 座，就是越靠中间就越是越靠中间就越是 VIP，而且如果你是可能豪华 VIP，你又还有可能就是会上场，就是他表演里面会邀请到一些人，然后来上场表演啥的。然后我们这些人就是随机坐，就是来的早就抢中间的位置了，就是抢位，就是前面这些都是有固定位置的。然后最后这一部分是演员谢幕，就其实他表演是特别特别多的，有各种各样的，有这个什么赛车手，就是他从古到今吧，到未来吧，就先是一段就是国风的表演，然后就是什么西方的呀，然后还有一段那种类似于蒙古那个战士似的，一堆骑马的那种，然后还有什么欧式风格呀，然后什么的，然后到后面还有什么还有摩托车啊，还有什么星际战士大战外星人，哇塞，真的就那个跟看那个特摄表演似的，穿着皮套先打一架，然后再那啥。然后就引入了什么摩托车表演，然后还有什么，反正然后还有那种踢踏舞什么表演，反正就是就挺多外国人的，挺多外国人的。有这个漂亮的美女小姐姐啥，就是你争取就是坐在那个过道的中间，因为他们也会从就是这些过道这块儿会过来巡游，所以你靠前，你可能看看这些会前面的表演会好一些。然后你如果坐在这个外圈的话，你尽量就是还是要往前坐是比较好。然后这就是第3天，就是从珠海到澳门，然后先是在那个酒店吃，这个酒店是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早餐，所选的点非常非常多，它是那种点餐制，虽然就其实也是预制菜，就它东西不会摆到台面上来让你夹，它会有那个展示，然后你就说我要一个这个，然后他就会拿给你，然后就是比较热乎的那种，就这个东西还挺好吃的，这个是炸的面包，里面裹的应该是花生酱，还不错，然后又点了一份肠粉。然后东西还特别特别多，特别特别多，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还挺好吃的。然后它有自助早餐，也有自助午餐，午餐是不包含在那个，午餐可能你得自己去买。然后有这个儿童价和这个成人价。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到澳门了，就是从横琴口岸过关，过关一出来就会有，就是每一个酒店，它每一个酒店里面都会有那个赌场，但它不会叫赌场，它会叫娱乐场，它会叫娱乐场，所以它就会免费就会按巴士，然后固定点去到这些口岸去接人，你是去坐他的车就会直接给你送到酒店。然后这是我们到酒店之后想出去玩，然后去的第一站就是关野街，然后乘坐了它的这个轻轨。其实它那个门票，就是你花钱的话，我们这次出行都没有花现金，就直接现在支付宝就挺方便的，你又能用支付宝解决很多东西，你就跟他说支付宝，然后他就会扫你的码，然后6块钱，6块钱就是一次6块钱一次，他会给你个小圆票，然后你去刷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坐车，然后因为就是澳门这边是右舵嘛，所以它的方向就是跟咱们是反的，然后这就到关野街了，就这条街就是关野街，就人巨多，巨多，然后巨窄，就是澳门的小巷子都是这种，就是没有宽阔的大马路，只有很小的那种，尤其你到城区，就是比这个还窄，比这个还窄，就是我新住的那些地方，就是好像我看那个抖音上说，就是那种填海造路造出来的，所以我
就在酒店的时候看就会发现，就特别多的那个施工工地，你知道吗？施工工地就是还在建设中，就那块儿新建设的地方还挺好的，就路还是还可以，还 OK。虽然不算特别大宽敞吧，但是起码就是你并排走什么2个人、3个人没什么问题啊。就这小巷子一个人走都挤啊，都挤。然后在那边喝的那个饮料，澳门抹茶，他那个宣传就是可有意思了，就是他们会找人，就是拿一个宣传牌儿，然后站在那个人特别多的街上，就会告诉你往左走多少米，往右走多少米就可以吃，这么去揽客，因为它有些可能位置比较偏吧。然后这是买的那个蛋挞，就是正好逛着逛着，突然发现好多人在排队。我说什么东西在排队？一看是那个叫那个安德鲁，就之前做过攻略，就说安德鲁比较不错，没有去买他家的总店，就是正好路过了就去买。果然跟网上说的一样啊，跟肯德基一个味儿啊，跟肯德基一个味儿。然后它是6个一盒都打包好了，你就说我要6个，啪就直接给你拿上来，直接打包就带走了，瞬间就走了，都不用都省去装盒这个步骤了，都省去装盒的步骤了。然后这是我这次在澳门吃的最多的一家店，他们家也是那种连锁店，叫什么益顺牛奶公司啊，这是他们家那个双皮奶，我碰到了我就会吃一碗双皮奶，还挺好吃的，还挺好吃的。所以用的是水牛奶做的，不知道是真是假，特别好吃。啊，这个是去了那个观景台，这块就能看到啊，你知道吗？全是在建设的这种大荒地，大荒地，就这边就是旧城区，我们这边就是新建的，那新天海造路造出来。然后这是酒店，这是我那个酒店是，哎，就看到它有这个 Line 的这个联名店，本来就看到那个在那个电梯上就能看到它的那个宣传，说最近在搞活动，有一个套餐，有一个套餐吃双人餐，然后本来就想吃来着，结果到那儿后发现他那个双人餐它有一个烤鸡，那个烤鸡是需要提前12小时预约的，不然的话你就吃不上，然后就很尴尬，你知道吗？然后就错了。就是澳门会有一个点，就是它晚上关门，很多店关门很早，就是甜水店反而开的很晚。就比如说，一些什么糖水铺啊什么的，它都会从下午开始开，然后下午开，然后开到凌晨。欢迎玲但是珑进入直播间。欢迎玲珑回来，但是这个一般吃饭的店可能它就要么开一个早上，要么就开到比如说6点呀、开到8点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看一下它的营业时间。就是澳门很多店晚上6、7点钟、7、8点钟就关门了，就你玩的太晚，然后想吃饭的话还有点小麻烦，而且晚上去的话可能很多都已经售罄了，就欢迎挺尴尬的。艾丽莎拉酱进入直播间。欢迎艾丽莎拉酱，晚上好，晚上好。然后这是另外一家店，它那个史努比的那个，它那个购物场还比较多。因为澳门有挺多特别多的购物场，就是它每一个酒店它都是一个大型的购物场、大型的商场。然后我这个酒店还有影院啊，但是我这个酒店是没有赌场啊，别的酒店是有赌场，就是它还会有那个各种奢侈品的购物啊什么的，就连带着吃饭，然后奢侈品购物、赌场，然后护店，就是整个都在一个酒店一个那个它那个地方。啊，而且它每一个地方都就是挨得很近，就它大概路程就是不到1公里，你走过去10分钟就可以走到，就特别特别近，挨得特别近。啊，这是我那个住店，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回手机拍这种灯光泛光特别强，我不知道为什么，巨糊显得。这是旁边的一个什么吃火锅的地方，然后晚上的时候，白天的时候不营业，晚上的时候营业，300多块钱澳门币，一锅，然后看好多人过去吃。然后这是酒店的那个早餐，这个酒店早餐我也是觉得比较不错的。就我那个酒店是有三个早餐店可以选择，啊，这是第一天选择的那个早餐，我觉得不错，中西结合，挺好吃的。
这是第二国，比较不错。然后紧接着就是去这个妈祖阁，啊，它这个地方真的就是烧香的地方非常多，你走到那个门口就更浓的那个香的那个欢味道。迎飞羽沙沃瑟进入直播间。欢迎巴萨，晚上好，晚上好，直播结束了是吗？然后就是他那会儿就是拜妈祖的地方，飞羽然后你要沙沃过去去瑟说杂谈。Yes 旅游杂谈飞羽沙沃瑟说没有。啊，原来如此。偷摸低台，偷摸低台，偷摸摸鱼，然后就还是会有人会来这儿拜的，嗯，还有上面还有一点点，收到就是来自飞羽沙沃瑟的一个小花花。感谢万色的小花花，感谢感谢。啊，它就是这种有小的一个小庙，也可以烧香啥。感谢玲珑赠送的一个人气收到来自玲珑的一个人气票。啊！我还想说，为什么玲珑你说话没有声音，然后它就响。然后这是一块石头，我也已经看不到了。什么民国4年还是民国5年，啥啥啥，已经看不清了，看不清了。然后就顺着这个，因为这个妈阁的话，它就已经过海了嘛，就已经是过到这边了，从这边过到对面，坐公交啊，他们那个叫巴士，6块钱，6块澳门币，然后坐巴士。然后它巴士是那种说到巴士，它巴士是那种，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怎么样，它它是招手即停，就是如果你在那个站台前面他来的话，你不招手的话，他会直接过站，除非就是说有人下来，如果没有人下来，他会直接过站。所以你要想打他的那个车，你看他来了，你就要招手，完了他就会停下来，然后你下车也是，下车就跟国外是一样的，就是你下车要摁下车铃，它不是每站都停，每站都开。就是你下车的话，你要提前一点去摁那个下车铃，然后那个司机才会在下一站给你把门打开，不然的话就容易坐过站。然后紧接着就是从妈阁这边走，就是它到市区里面之后，就是澳门所有景点都是离得很近，就是可能不到1公里，或者也就1公里。然后大概走个10多分钟就走到了，所以就很尴尬。而且它公共交通其实不是特别的发达，它不是哪里都有。它不是说，呃，就是它没有，它只有轻轨，它没有地铁，然后它没有共享单车，它就只有巴士，或者是就是它那个出租车，或者叫出租车叫的士，或者是有一种叫电召的士，就跟那个滴滴似的，跟网约车似的，就是你需要打电话也可以，然后就是用 APP 也可以，然后它那个 APP 叫那个电召 Plus，然后就可以叫车，然后或者是他们就可能为了服务大陆的吧，就还有一个公众微信号，在那个微信公众号上，微信公众号上，然后去用那个小程序叫也是可以的。不过我没有去叫那个电召，因为比较贵，好像是19块钱吧，19块钱，基本上就16块钱一次。然后它是大概就是你人多坐这种的士或者电召会好一点，然后如果你人少的话就没有必要。就是他那个车大概能坐6个人还是7个人，就特别多。就你一大家子出去玩，3、4个人、4、5个人，你就坐电召就是最便宜的。然后它这些小巷子，它这小巷子就它这个路都是这样的，就是就基本上只能容纳一个车在开，基本上就都是单行路，然后2个边上是很窄的这个小过道，人都在这个小过道上走，比较小。这个算比较大的了，就它旁边还可以停车啥。这应该就类似于他们的居民楼吧。然后接下来就是去郑家大院，就是它的这些景点啊什么的，都是不要钱的，都是不要钱，就你进去就行，不需要买票，还会显示你免费参观还是啥，免费进啥的。
然后这个就是去那个它郑家大院附近还有一个教堂，就它会有一个指示牌会显示，这也是那个教堂边上的路，就看它就比较小，很小的那种小路，而且它这个坡都是，就它不是大马路很平的那种，它是起起伏伏的上坡路或者下坡路什么的。这是那个什么，这是哪个教堂来着？忘了，反正这附近教堂挺多的，因为可能就是算居民区吧，所以教堂就比较多。然后那天不是24号，想看有没有活动，结果后来发现晚上才有活动，晚上一直搞活动会搞到凌晨，就他会有，而且他那个应该是叫神父吧，就是搞活动的时候，他还蛮多语言的，说什么应该是葡萄牙语，不认识那个语言，然后英语，然后粤语和普通话，反正是都可以说，都有不同版本的不同语言版本的活动。报站也是，那所有的巴士，然后轻轨报站都是4语，先是粤语，再是葡萄牙语，再是普通话，再是英语，四个英语，4个语言一块报。而且是这个教堂的里面，有人在这块儿，这应该叫什么？祷告吗？还是什么？就坐在那里，就是你如果不参加的话，就不要进去，就旁边看一眼就可以了。然后这是另外一个教堂，但是那个教堂显示就是不让进所以就拍了一张照片就走。然后再往前走，就走到某个街，就当时来的时候不知道这个离我们酒店就下一个酒店很近很近很近，你知道吗？就是后来住到这个酒店，导航到这儿了才发现，这不是昨天去过的那个地方。因为当时走着的时候，本来想去另外一个教堂，然后导航就导航到这儿了，发现人巨多，人特别多，然后有一个大大的圣诞树，然后它的后边是这个市政署，里面也有一个小的圣诞树，就圣诞氛围挺浓厚的。然后它边上都是很多店啊什么的，也是各种奢侈品店啊、金店啊什么的。这是什么？这是消防的哦，这是邮局，邮局也是。然后它旁边也有一个意式牛奶公司，然后我和我妈又去吃了，到这儿就来一个，到这儿就来一个。这回吃的是这个不是原味的，就是之前那个是原味和红豆的，这回是杏仁的和桃胶的，然后当时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晚上就是住在我们那个酒店第一个酒店最后一天，所以必须得把旁边的东西逛一逛。然后这个就是永利皇宫，也就是另外一个新的酒店，永利，我们住的是那个普京人那个酒店，这个是那个永利皇宫，它里面就是它这个酒店就是不像大家普通的酒店啥的，它是这种游玩啊、赌场，然后购物为一体的这种各种活动似的，整的挺像那回事儿。然后这个也是，这是因为想去永利皇宫那边，坐缆车和吃，他免费赠的那个奶茶，所以去的那边。就他这个其实挺多的，就没有拍。0v0进入直播间。欢迎皮美某人，晚上好，晚上好。然后这个是乘着马车，这个是真的可以坐的。感谢皮某人的点赞，这是真的可以坐的，但是我不知道要不要钱。这个是真的可以坐人，真的可以转起来。然后这是那个美高梅没进去，就在外面拍了一张，就是它那个标志就是它那个大狮子，没有进去啊，所以不知道美高梅里面长什么样。然后这个是右边这个是威尼斯人，一进大堂就是这个，哇，知道吗？就这个顶上全是，就是他每一个名字叫的都挺好啊。然后这个是威尼斯啊，这是最牛逼的一点，就是这个威尼斯人，他在这个就是这个景儿，他在这个楼的3层，他在整个3层仿纯人工，毫无这个大自然可言，在3层建了一条跟威尼斯。欢迎无边无际的夜晚进入直播间。欢迎无边无际的夜晚，晚上好，晚上好。就它跟那个威尼斯一样的一个，这个水是真的可以坐船的，就是你可以花钱，然后
去，然后就会有人载你，就是在这个水上坐个船啥，就它整的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就纯人工打造，在那个威尼斯人的3层，然后就这个天空也是人造的景儿，也是人造的景儿，然后很多人，这是晚上的时候，可能也是那个休假吧，香港、澳门休假，感谢零零点赞，然后来的人比较多，就超级多的人，超级多的小姐姐，特别好看小姐，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的，有那种圣诞衣服的，有普通衣服的，还有人就是我有看到，就是有人，就是就是那种直接把箱子打开，当场换衣服的也有，就全是人在拍照，因为晚上它亮灯了嘛，它好看，你知道吗？然后这是出来，你看这块就是巴黎人的那个巴黎铁塔，巴黎铁塔，这是那个不是这是伦敦人的那个伦敦钟大本钟，这是巴黎人的那个巴黎铁塔，那自己硬生生造出来一个，老牛逼了啊！就是这个，在这个伦敦人的里面全是这种小的电话亭，然后里面全是人在拍照，你知道吗？就小姐姐全在里面拍照，一人拿一个，然后旁边有个人就在狂拍，就超好看小姐姐就在那个电话亭里拍照，然后我好不容易逮着一个外面没人拍照的地方，我就拍了一个，要不然里面全是人，我都不好意思拍人家。欢迎玲珑进入直播间。感谢玲珑，欢迎玲珑回来。然后这个就是当时在那个什么公司来着忘了，就也是一个酒店吧，门口在搞这个活动。刚开始他有那个外国小姐姐，但是来的晚了，没挤进前面，然后也结束了，所以就没拍着。然后紧接着他们又说往前走，往前走，还有，然后就录了这样一段，录了这个他们这个国内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国内，反正就是亚洲人的这个跳舞的这一段，挤到了前面啊。这边播着，我去接杯水去啊。
反正就是看小姐姐表演。然后这是第二天，因为它是我们那个酒店不是有3个餐厅嘛，然后它是2个中式的，一个西式的，所以我们就打算去西式的，然后再发现那里面没有人是有道理的，因为可选择的真的非常少。它的西式就是把你中式早餐的中式给砍掉，然后没有加任何新东西，没有加任何新东西，就是面包、芝士，然后黄油、果酱，然后配一根香肠，没有了。但是有一说一啊，奶酪很好吃啊，各种各样的奶酪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做面包吃真的很香，然后这个香肠也很香。然后它那个咖啡是可以是就不像有些是那种机器或者预制的，它是现磨，然后还能给你拉个花儿。然后紧接着就是去到这个城，就又回来了，去到城里面就退房了，去一个新的酒店，然后去看这个大三巴牌坊。它那个大三巴牌坊就是个墙，就是个墙就没有了，就没有了。然后这是在那个旁边就是大炮台，就大三巴和大炮台在一起的。然后大炮台那块会有一个澳门博物馆，就逛了一圈其实也没啥看头，就无非就是有一些那个基督教，你知道是叫基督教，就是宗教那些啊，还有就是国内的一些啊，就没了。就是然后因为圣诞节嘛，所以就有各种装饰，然后就往下面走，就走到刚才昨天的那个位置，就那个大圣诞树那块了。然后正好不是回归25周年嘛，所以也有那个旗子。然后这是它另外一个酒店，呸，另外一个教堂。然后这个教堂就会比前面的大一些，大一些。然后里面也是有人在里面，因为正好圣诞节嘛，可能有人做祷告吧。然后这是那个市政署里的小的圣诞树，小圣诞树，小圣诞树。然后这个就是它旁边的小路，就澳门的这种小路都是这种，你看到没有？我给你看一下，你看到了吗？就这个，就这块路还比较大，到前面你看到吗？就这种一个人都挤的这种小路，甚至有一些都没有路，就是就是有一些都没有路，就直接就是和马路是一体的，下去就是马路。然后继续又到这个益顺牛奶公司了，就是昨天吃的那个24号吃的那个店，因为一直没有吃到那个牛扒堡嘛，就每次因为早饭吃的都太多了，吃太饱了，所以一般就只吃午饭。然后就是它这个牛扒堡就也不是很猪扒堡，它这个猪扒堡也不是就是怎么讲，就没有吃那种很有名的，就随便想吃这个双皮奶了，所以就来点了一个。但是我妈就是那个肉有点死，我妈觉得那个肉有点塞牙，不太好咬。反正可能没有吃到好吃的吧，但是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现做的就是澳门这边没有预制菜，都是现给你做。就它这个双皮奶肯定是预制的，就是它不可能现给你冻，就它肯定提前做好，然后往上加料的。这个红豆看起来也是那个自己熬的，像红豆沙似的。就这个猪扒堡，你点了之后，他会说：“哎呀，等一会儿啊。”我说：“没有问题哦，没有问题。”然后他就会叫你，会给你一个就是哔哔哔响的那种，你一到它就会哔哔响，一响你就过去取就可以。然后这个就是下午吧，就到了住的酒店，然后就又出来，因为他晚上他有那个圣诞节的活动，他都给拦起来，他都给拦起来。还有这个音乐会，所以他给这个上午的时候还是可以走这个楼梯的，然后下午过去的时候发现他已经给拦起来了，然后给你们他演奏了挺多的，就当时那个我就说咱别往前，因为他还有直播，你知道吗？我就说咱别往前，往前坐你得坐的挺规矩的，不能老搁这那啥的，影响人家。人家直播说，我说咱往后坐点，这样咱随便干啥爱咋做就咋做，就不会影响显得特别在直播里就露脸啥的，还打大光直播，给你们听一下。
无非就是演这个交响乐。然后他还有合唱，合唱那段我没录。欢迎卡卡纳 COCONA 进入直播间。卡卡纳，欢迎欢迎欢迎卡卡姐，晚上好晚上好。现在在讲我上周出去珠海、澳门玩的。欢迎乐宝睡不醒进入直播间。欢迎乐宝，晚上好晚上好。游玩叫什么？游玩记录嘛。游玩记录 PPT 展示。请说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正好给大家看会儿视频，歇会儿，我都快说太多话了，快说不出话了。欢迎百亿优子下划线 UQ 进入直播间。欢迎优子，晚上好晚上好，马上展示完 PPT 游记咱就迷塔，还没展示完呢，还有马上快了快了，现在就是太累了，说下划线 UQ 说坐牢。欢迎卡卡纳 COCONA 进入直播间。欢迎卡卡姐回来，歇会儿歇会儿，我这嗓子都说不出话了。完事儿了，
他其实演了好多首，他大概播了得有40多分钟，然后后续还有那个烟花就没看，因为之前也说了，他这个澳门很多店他都要么就吃饭的正经吃饭的店，他要么就开到6、7点钟就结束了。欢然后迎玲珑进入直播间。欢迎玲珑回来，所以很尴尬，你知道吗？就欢你晚迎玲珑上想去觅进入直食，播间。就你很多吃的你只能中午去吃，然后晚上的话就是这些糖水铺会开到凌晨，那其余的就都1优关了。子下划线 UQ 说，米塔会有录播吗？会有的，我自己都会录播的，我自己都会整的，因为我要往那个 YouTube 上面投稿，所以我肯定我自己会给我自己录，就即使那个直播 B 站给我掐了，我自己也会备份一份啊。然后这个是出去之后就吃这个金福龙古式牛扒茶餐厅，这家店巨难找，它在一个巨拐角的一个地方。我去导航的时候就导到它不在那个街边，你知道吗？我在导航的时候就在哪？后来就是过去想说，不会是这个小道道里吧？然后就走着走着，哦，就是这个小道道里，人还超级多。就突然发现，就是旅游季节，就得大众点评者得天下，你知道吗？我看火的店全是那个大众点评推荐的，你知道，全是大众点评评分表，一搜就能搜出来。就你在那边搜打3-8牌坊附近吃的，你就能搜出来。你能搜出来的就人就特别多，你要是搜不出来，就没有人进去吃饭，你知道。然后现在就是他现在跟大众点评，他可能有那个18年的，那个时候还写着说啊，只可以收现金啊什么的，可以支付宝什么的。但是现在这个已经可以支付宝了，已经可以支付宝实时兑换汇率了，直接扣人民币了，不需要再去兑换现金啊什么的。然后它这个是个它有很多吃的，然后但它没有那个扫码点餐啊，扫码点餐只有在这个一些大的酒店里有，但是我可能也没有扫出来，估计是因为我是安卓机，不是我是华为，它可能没有装谷歌，所以可能没加载出来，不知道苹果手机会怎么样。点一个套餐，它是这个汤叫什么叫什么汤来着忘了，还有那个咖啡或者奶茶，然后如果你要是要冰的话，会加3块钱。然后我和我妈晚上吃饭，我们就都点了汤。它这个里边是真有东西，有什么萝卜呀、冬瓜呀，然后还真有点小鸡肉，应该是鸡肉吧，有点小的那个鸡肉，还有骨头那种，还不错，挺大一份儿的。然后这是我和我妈点的那个套餐，点的应该是这个鸡排这个什么什么套餐，我点的是这个咖喱芝士猪扒饭。就我这个米饭是感觉比我妈都多，我妈是这么一小份儿吧，我这个上面是一层猪排，上面有是咖喱酱和芝士，整个底下就全部都是米饭，你知道吗？我吃了一半就已经撑的不行了。它一个套餐大概呃50多，50多块钱，50多块钱一大盆饭，再加一大碗汤，很值啊，兄弟们，很值。当时吃了应该有100、100、100、100、100左右的澳门币，然后折合成人民币应该100零几人民币。玲珑说多少？鬼多少？魂。多少啊？大概就100，就是一个套餐大概50多澳门币，然后可能也就50多人民币。总共我这顿吃了得有100零几，就100零几的，就很便宜。你去澳门那边吃饭，你会发现酒店里的菜基本上就80多、100，一份饭80多、100澳门币就出去了。就吃饭是很贵的，它那个价位已经算很便宜的，而且还很好吃，量很大，然后好吃，就没有说便宜给你很难吃的饭或者量很少。唯一缺点就是，毕竟地儿小嘛，就是这个可能会等位，桌子不是特别够，就是桌子里可能也就能坐个1、2、3、4、5，也就5个桌子，那5个桌子也就能坐5拨人，然后外面还有2个桌子，也就是说总共能坐7拨人。就你赶上像我这次来就大型活动什么的，大家都一起散场，就你可能我来的时候还等位了，还等位了。然后这是回来的时候酒店门口的这个是，我这个酒店是一个非常老的酒店了，所以它可能六十年吧，60年还是啥的一个纪念吧，有这个小灯儿，开了几张。
然后这就是我那个酒店的那个早餐，这个早餐也算不错，但是可能对，就是就北方人可能差点意思，因为他的中餐基本上都是那种港式啊，就那种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餐厅，就你去那边吃饭也能感觉到，就是外国人也挺多的，所以它是对半开的，就是它很多这种沙拉，就你看它种类挺多，但其实很多部分都是沙拉配了很多的小菜，配了很多的酱汁，各种各样的沙拉，各种各样吃的。然后其实中餐就一点点，但是就这个很好，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吃三文鱼，就这个三文鱼开放式的这个三明治还挺好吃的。然后就这个东西，它里面是有酱的，是焦糖酱还是什么，也挺好吃的。就什么印度什么油条还是啥，然后粉一般，这个粉一般，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第一天吃到的那个粉，那是最好吃的。然后就坐车，就是我那个酒店那块就有专门的车，就在楼下，他会把你送到关口，然后出来就是拱北口岸，就是人比较多。虽然说人比较多，就是横琴人要少的多得多得多得多，但是拱北口岸其实也很丝滑，人多，但并不需要排太久的队。因为现在基本上来说都是自助式的了，就你把那个证件往那一放，然后你就按照他的指示啊，该抬头抬头，该采集指纹采集指纹，然后门一个一个就给你放开了，就很丝滑很快。过一会儿不一会儿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就是，就入住酒店嘛。说到酒店这个地方，我要说一下，就是澳门这边和大陆这边酒店最大的不同是，大陆这边酒店就是会让你12点前退房，然后你入住的话，基本上也是12点你要去新的酒店也是12点之后入住，但澳门不是，澳门要求你11点就退房，然后你入住是什么时间呢？是下午3点。就中间有4个小时的空档时间，你是只能在外面逛悠的。但是他提供那个呃，这个行李寄存服务，就是这个行李可以寄存，然后你行李搁他那儿，你就出去玩。但缺点就在于这个澳门地儿小，你知道吗？就你走过去，走到景点边上，可能也就10分钟，然后走到另外一个酒店也是10分钟，就你中间这4个小时其实挺难熬的。但是酒店大堂里边，就你去那个酒店大堂，就会好多人都坐在那个酒店大堂那个沙发或者椅子上等着入住，因为确实没地方去了，确实没地方去了，而且它边上是没有那个，就是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有公共坐着的地方，就是坐着地方很少，然后你也不太好去，因为它店里面一些店，它可能你如果不买吃的的话，它也不会让你坐在那里休息，所以就比较难。就你走很多路，然后可能也没有一个休息的地方。好在就是那天去逛的话，一些教堂附近也可以看到一些那个椅子，但很少。基本上的来说，你想去休息的话，就要去店里买个吃的啥的，就坐那儿就可以歇着。然后这是出来之后，从拱北口岸出来，入住酒店之后，是他那个珠海大剧院，也叫日月贝啊，拍了几张。然后依旧是在那个地方，它有个小商场，你知道吗？依旧是选择了一家双皮奶店，然后进去吃双皮奶。然后我刚开始就是点了这个双皮奶，就种类就比较多，我选的是这个原子，然后我妈选的是那个莲子的。我刚开始以为莲子的会很苦，因为在我印象当中莲子都是比较苦的，我当时想着可能搁在双皮奶不好吃，但是这个双皮奶这个莲子就很好吃，就是没有苦味，然后面面的非常香，我觉得比我这个原子都要好吃的多，挺好吃的，挺好吃的。然后就是一路去往这个鱼女这个方向，然后珠海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公共交通其实也是比较不太方便的。我这回住的这个酒店交通还算好，我第一次来那个酒店公交车约等于没有，
所以你出行最大的方式就是，呃，骑共享单车。就是你一搜公交车都得1个多小时，你一搜打车，就10多分钟、20分钟就给你送到。所以如果你觉得打车贵的话，骑共享单车不失为一种方法。共享单车还是这种远距离，就是这种叫什么中距离，就是你既不想走着，然后你又不想公交车可能又有点难到，你就得去骑共享单车。它这个地方，共享单车还是有的，因为它是个景点儿，所以我本身骑车技术不是特别好啊，但是它这个路比较宽敞，好在路比较宽敞，啊，还可以还可以。然后就骑到这个鱼女这儿拍了张照。啊，然后还要说啊，就是它那个共享单车，因为太多人在骑了，所以就导致共享单车经常骑不上，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去灯塔这块儿我就没有过去，因为我妈得看着我俩的车。你要是一还回去，马上就人给骑走。你要是骑走了，你没找着车，我的妈呀！你要想走到有车的地儿，你得走半个多小时到1个小时，你知道吗？要么你就得自己打车，要么你就那个啥，你就得走着。然后就是紧接着就是它那个也是附近一个商场，叫这个有一个阳台，然后找半天找了个这么个吃的，吃这种港式的这种什么烧鹅饭、冻柠茶啊，就这个东西。这个是我妈的，什么白切鸡还是什么烧鹅品，我这个是烧鹅品，就烧鹅推荐的烧鹅品。然后就是从珠海回北京了，然后这是那个酒店，这个酒店的早餐就比较一般，主要就是什么，就是南方人民太爱吃什么玉米啊、红薯啊这种就特别多，那种种类特别多，你一打开全是蒸玉米、蒸红薯，什么玩意儿，就蒸什么东西，我就完全吃不来这种东西，我就觉得早餐不应该吃这些，我觉得我就应该吃炒菜。就吃那种炒菜什么的，但是就很少有，就炒菜可能就一个或者俩，然后就没了，然后可能我不爱吃，然后没办法，就这次就吃的比较简单一点，都没啥吃的，你知道吗？都没啥吃的，就这些我能吃，其余的我都不我都觉得没啥可吃的。然后做的时候正好在机翼那边，然后还冲着太阳，哎呦我去！等到它飞到那个云层上面之后，那大太阳晃眼，所以没办法，就是中间的过程就没拍，因为实在太晃了，那大太阳一点云都没有，就直冲冲的就冲你眼睛来了，巨晃眼。哦，对了，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去珠海冬天玩的话，一定要戴墨镜，因为真的很晒，就那个太阳太斜了，你知道吗？就它虽然冷，就是比较凉爽，但是它真的很晒。就你中午的时候11点钟、10点钟太阳一出来，那段时间，就你冲着太阳就晃眼，巨晃眼，一定要记得戴墨镜。一定去南方玩，一定要记得戴墨镜，要不然实在是太晃眼。然后它这是这个鸡祖餐，这是我妈吃的鸡肉饭，这个我没有尝啊，这个我没有尝，这是我那个牛肉饭。这个鸡祖餐我觉得没有去的时候的那个南方航空的那个好吃。主要是它只有机组才是热的，就这些小菜冰凉，知道吗？冰凉，太凉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起码应该是温的吧，那种真的就是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那种。然后但是饭还是挺热乎的。这个我刚开始以为是鸡蛋羹，结果一拿到手里巨冰，我说这什么东西啊？然后以为是甜点，然后后来吃到嘴里发现是布丁或者是果冻。然后菜我感觉也没有很多的样子，然后他也没有给油辣的，他给的是榨菜，一般吧。然后这个是太阳下山之后我才把这个挡板打开，要不然太晃眼了，就看到这个日落的场景。然后这个我也不知道是飞到哪里，反正就挺不错的，城市高空。然后这是一段下落的视频吧，各位请看啊。
就这个下落国航下落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个去的时候那个南航还是感觉比较明显，就是这个起飞降落的感觉比较明显，这国航就没有，挺丝滑。林龙说：“藏狐。”但是它这个减速的时候推背感还是很强烈的，就是国航飞到那边的时候没有特别强烈的推背感，这个一到这它一刹车就整个人绷住了，你知道吗？就那个刹车的时候那个惯性太强了，你知道吗？太强了，推背感太强了。下降虽然很平稳，就是没有咣一下就咣了一下，就没有咣好多下，就没有显着下降的时候显得很那啥，但是刹车的时候推背感太强，那惯性。OK，然后就没有了，然后我们这次为期7天的这个珠海澳门旅啊，讲解精简完毕啊，咱们接下来就迷塔了。